缅北果敢老街曾经是电诈的天堂，然而随着去年10月以来果敢同盟军1027行动的展开，果敢几乎已经根除了电诈生存的土壤。而在缅北战事初期，还是有很多电诈顽固分子趁乱逃到了缅甸其他地区，尤其是泰缅边境的妙瓦底和大其力，仗着三不管的优势，企图重操旧业。然而随着近期善邦南部和克伦邦的战事吃紧，这群电诈毒瘤又得重新搬家了。而这一次他们选择的新据点是缅甸最大的城市仰光，在缅甸商业中心仰光莱达雅区的一处高档住宅区，索菲亚和他的团队正忙着在电脑上通过聊天应用程序不懈地寻找猎物，而猎物往往是容易上当受骗的男子。索菲亚登录社交媒体后开始了她的日常工作，她会联系来自美国、西班牙或加拿大等国家的男性，向他们介绍自己是一名居住在美国的缅甸出生女性，并且告诉对方她目前正在她的国家出差。这是骗局的第一步，而最终目的是要说服对方投资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加密货币。然而索菲亚并非一名真实女性，而是一个虚假的在线身份，她的背后是来自缅甸仰光的一名28岁男子科昂，在从事诈骗工作时所使用。自从2021年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后，科昂被仰光的一家小额信贷公司所解雇，经过几个月的求职无果后，他最终选择了一家位于妙瓦底水谷沟的餐厅担任服务员。而妙瓦底是缅甸克伦邦的电诈中心，臭名昭著的 KK 园区就在那里。科昂在餐厅做服务员的月薪为40万缅元，折合190美元。在此期间，他了解了一些网络诈骗集团的知识，甚至结识了一些骗子。科昂表示，当他在妙瓦底当服务员时，有人问他是否愿意以每个月15000泰铢，折合420美元的工资成为诈骗者，但他的一些朋友建议他不要接受这份工作，因为他们听说那里的诈骗园区员工会受到酷刑。然而当他回到仰光后，他发现很难找到工作，最终他成为了一名诈骗者。科昂每天都必须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寻找28个潜在目标账户和电话号码，这些目标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他会使用各种虚假的网络身份，包括索菲亚、艾米丽等欧美常见的女性名字。得手后，科昂会将数据发送给上一级，再由经验丰富的老手来处理。近期他们获取号码时，被上级要求刻意避免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电话号码。中国方面对电诈的打击力度暂时阻止了他的上级针对中国公民的电诈行为，因此新招聘的电诈人员还被要求具备英语和计算机方面的基础知识。自2021年2月缅甸军政府上台以来，对电诈行为都是默许的，加上疫情的影响，造成了缅甸进一步的经济动荡，高失业率和食品价格都飞涨，许多缅甸青年开始从事诈骗工作。来自缅甸不同地区的许多年轻人不仅在仰光，而且还在妙瓦底和曾经的果敢老街从事诈骗行业。同样来自缅甸仰光的阿卡就在果敢老街和妙瓦底的诈骗园区工作过。就在去年，他在朋友的推荐下成了一名骗子。近段时间，他接到了来自仰光最豪华的购物中心时代城的一家诈骗公司的面试邀约，月薪约为150万缅币。和他曾经的同事科昂一样，阿卡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寻找潜在目标，通常使用名为贝拉的虚假在线身份，包装成一位泰国裔意大利成功女性，担任一家服装公司的总经理。阿卡表示，最初去妙瓦底时，他只计划工作3个月，然后返回仰光，没人会发现他是骗子。然而工作不久，他就被罪恶感所折磨。1周后，他选择了辞去工作，并向雇主支付了1000泰铢的罚款。阿卡表示，他所在的公司大约有60人，多数都是年轻人。过去1年中，越来越多的仰光电诈招聘信息出现在社交媒体上，这些诈骗集团每天都会发布职位空缺的信息。科昂之前所在的公司名为环球网络8号。科昂透露，这家诈骗公司大约有40人，由一名身材苗条的28岁女性领导。根据她的外表来看，可能有善族血统。她的照片会被用作虚假在线账户的个人资料图片，然而员工们却对她一无所知，包括她的真实姓名。根据缅甸公司管理局官网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22年7月。主要提供计算机相关服务，然而公司法人和注册信息一栏。根据缅甸方面新规定，无法直接查询。工作时间是下午4点到凌晨4点，试用期员工每月工资30万缅币。工作期间会提供专门的诈骗设备，并由上级培训如何使用特定的话术来诱骗受害者。电诈人员被要求每天收集特定数量的号码，如果不能达标就会被罚款，假如诈骗成功则会分到相应的提成。根据央视之前的报道，此前缅北地区至少有1000多个电诈园区，每天都有超过10万人从事电诈活动。去年以来，除了中泰缅老4国联合打击电诈行动以外，
国际刑警组织也开展了名为“风暴制造者2号”的反诈行动，这是一个为期5个月针对人口贩卖和网络电诈的调查。国际刑警组织在去年12月发布的报告中显示，目前网络诈骗中心主要位于柬埔寨，人口贩卖中心则在老挝和缅甸，但这种现象已蔓延至拉丁美洲。另据国际刑警组织报道，仅在缅甸，去年就营救了来自22个国家的人口贩卖受害者，其中大部分来自缅甸克伦邦和善邦。然而，目前缅甸的电诈集团已经从最初的老街和妙瓦底蔓延到了商业中心仰光。当然，缅北3兄弟联盟去年10月底以打击电诈为名发起的1027行动，还是给了诈骗集团相当大的震慑。自行动开始以来，缅甸已经向中国方面移交了至少44000名涉诈人员，其中包括2908名逃犯。另据缅甸方面统计，截止2024年2月初，已将50619人遣返，其中48803人来自中国，1071人来自越南，537人来自泰国，133人来自马来西亚，另外还有韩国、老挝、印度、乌干达等人员不等。其中最重要的电诈头目包括果敢前主席白所成和果敢边防部队首长魏三。老街的电诈园区也在1027行动中灰飞烟灭。当然，也有人指责缅甸军方教人是软弱的行为，尤其是与白所成同病相怜的电诈保护伞苏奇都，仍然在克伦邦的妙瓦底逍遥法外抽取高额的保护费。另外，我们上期节目分析过，随着近期缅甸克伦邦战事的推进，苏奇都作为电诈保护伞的好日子也即将到头了。缅甸仰光的一位前警察扎尼透露，仰光莱塔雅区的电诈活动猖獗。扎尼曾在缅甸警察部队特别情报部门工作了24年，直到2021年政变后加入不服从运动。扎尼表示，在线赌博和电诈活动继续逍遥法外的事实，反映了缅军方的腐败和法律秩序恶化。虽然果敢同盟军发起的打击电诈行动已经告一段落，但当前仍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值得我们追问：在1027行动期间，逃离果敢老街蒙混过关的电诈犯们，如今又会在哪里活动？